不修不知道，修行了才知道原来身体里的垃圾毒素居然有这么多。大家好，修行长生，真灵我身，欢迎来到真灵时间，为大家分享今天的故事。目前本人修行将近5年了，排毒一直就没有停止过。道家修炼的方法分成了5个阶段：第一，百日筑基；第二，炼精化气；第三，炼气化神；第四，炼神还虚；第五，炼虚合道。百日筑基实际上并不是说100天就算筑基完成了，而是生精的，精分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。因为第2阶段是炼精化气，当你的先后天之精还没完足时，你就不到修炼的火候。所以第1个筑基的阶段是要精先养足，然后再来炼精化气。筑基要达到的目的是把精补足，一补先天，二补后天。人的身体是很枯乾的时候就不滋润了，对精根本就体会不到。体内发生布了一种妙乐，就是内生妙乐，也就是丹田的热气。如果没有，第2步的修炼根本就谈不上。百日筑基的阶段属于养生，还不属于修仙的范围。从炼精化气以后就属于神仙修炼的范围了。道家把筑基看得非常重要，把身体调理到完全健康才是修行的基础。所以要想修行先养生，若要养生先清基，就是道家排毒。经过3天2夜的过程，把身体清理前净，启动人体自愈力。最开始修行时，在刷牙刷舌头时就不停地流出粘液，一天刷3、4次，一次刷上20分钟，也是照流不误，一直持续了20多天才停止。这是身体里的湿气实在太多了，稍微一触碰就流出来了。2. 念经，念咒时经常打嗝，一直打了有大半年，这是在排肠胃里的病气。3. 我光是排黑便就排了2年，那个味道有如1000年的露天大粪坑。之后我用过的洗手间就无法进人了，需要拼命往里面喷香水，这是积攒了多少年的毒素啊。4. 小便是葵花瓣的黄色，有大约半年的时间，现在小便又变得特别的浑浊和难闻。3. 拜神时身上出的汗特别臭，有半个月左右，像是老年人身上的那种很怪的臭味。4. 头发有怪味，鼻腔、耳后、脚丫子发臭，几个月到1年不等。5. 身上特别爱出汗，动一动就出汗，热一点也出汗，而且出的汗特别黏，像是身上涂了一层胶水，特别不舒服。夏天时一天得洗3次澡，把那一层黏糊给洗掉，持续了3年左右。6. 吐黄痰1年多，是在排虚火，期间舌苔先是发黄，后来转为咖啡色，最后干脆完全黑了，黑如锅底，口中很苦，苦如黄连，症状有如中毒，时间持续了半个月。7. 吐白痰排寒气，黏痰排湿气，泡沫痰排风，浓痰排毒素，臭痰排毒素，混在一起吐，一阵儿是这种痰，一阵儿是那种痰。3年多，夸张的是还吐过血痰，不过只有几次，每天吐痰就能吐半矿泉水瓶那么多。随着修行的时间加长和深入，越吐越严重，刚开始还很容易吐出来，后期痰虽然不浓，但是
特别有粘性，需要非常大力的咳嗽，并用力的往处喷吐，才能吐出来，不然经常感到痰堵在胸部那里，不舒服，必须得全部吐干净才行。真正感受到了胸中有块垒，不吐不快。有时候能抱着垃圾桶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吐上1小时，不带停歇的。有时吐痰时不顺畅，甚至会发生痰堵的现象，然后就庆幸还好是现在吐痰，不然等年纪大了再排痰，不会被痰给堵死吧？那该死得有多憋屈。后期因为整天吐痰，嘴巴里一直是黏糊糊的，需要不停地漱口。在厨房水龙头旁边一直摆着一个水碗，可见我的湿气有多重。湿气的特点就是黏，附着力特别强，难以清除。中医说千寒易去，一湿难除。因为吐痰吐得太凶了，有一次在饭店吃饭，被老板赶出来了。也有心地好的人，有一次刚出地铁车厢，在旁边的垃圾桶边上吐，一个地铁员工走过来，关切地问我是晕车还是病了。还有一次吃麻辣火锅，跑到洗手间里吐，旁边有一个女孩问我是不是吃火锅辣到了。本来喜欢旅游，现在好几年没出去了，平时也不太敢出门，太不方便了。不过这一切的排毒都是在白天，我到了晚上睡觉时，一切风平浪静，就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，不影响睡眠。只是到了后期，晚上起夜时也感到嘴里好臭，忍不住再去吐几口，然后又漱口。这有点像打扫卫生，最开始清理出来的都是比较容易擦掉的污秽，最后总会有很难清除的污渍等住自己慢慢的清理。目前吐痰都吐了4年了，计算起来吐出的痰有6个我的体重那么多，这相当于把全身净化了6遍吧，也说明我的身体是有多脏啊。目前吐痰还在持续之中，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，不知何时能完结。这是身体吗？这就是会移动的大垃圾桶。不过越是排毒，身体越好哦。通过修行治好了身体的15种病，目前本人的身体已经恢复到了10年前的比较健康时的水平。以前全身都有慢性病，感觉身体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，人已经死了7、8分，只剩下2、3分的力气在苟延残喘。以前怕风怕冷怕累，精神体力极差，已经不只是怕风了，只要有微小的空气流动，我都会感到全身的皮肤好像有无数个小针在扎，走路不超过20分钟就得歇一会儿。现在不怕风也不怕冷了，一天连续走路7、8个小时也毫无问题，每天比原来少睡2小时，精神体力还要更充沛。以前说话超过5分钟就声音嘶哑，上不来气，现在一次读经2小时也毫无问题，说话中气十足，大脑的反应更快了，记忆力更好了，人也变得更聪明了。多年以前我运气极衰，身体极差时，我家屋子一进来就闻到一股臭味。现在修行将近5年了，一进来闻到一股香味，还是同一所房子哦，不是房子变了，是人变了。不是因为房子里什么东西腐烂了，也不是因为洒了香水，那都是我自己身上的味。我自从成年开始，身上就有一种淡淡的香味，有点像煮熟的玉米的清香，
我还因此以为女人身上全是香的，后来和群里同修交流之后，才知道不是的。但自从身体不好之后，香味消失，现在香味又回来了。我吐了4年的痰，我不是白吐的，吐的痰有时也很臭，把臭气全吐出去了。有的老修行去体检，医生就说他的血液很奇怪，他明明已经5、60岁了，可是他的血液很干净，纯净的像10几岁的少年。就是这个原因，通过修行把毒素和垃圾排出去了。现在才知道，那些往生后肉身不腐的人，就是通过修行，肉身得到了极度的净化，肉身非常清净，就不腐了。我们凡夫肉身很快腐烂，里面全是脏东西。所以说人的身体真的是有这么多的垃圾和毒素，排毒也需要消耗真气的。修行后真气具足了，就把毒素逼出来了。医院治病靠的是外力，靠药品把毒素清除出来。修行人是靠自力，靠自身的真气，但修行是更彻底的解决问题。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